我談了7年的男朋友成了情侶博主，但女主角不是我。被戳穿後，他把那個女孩帶回了家。女孩看着我冷嘲熱諷，原來是個瘸子啊！滾燙的開水從我頭上淋下，她的笑聲響徹了整個屋子。快看吶，宇哥哥，他好像一隻熟透了的雞。林雨然只是皺了皺眉，注意點，別把人玩死了。後來我走投無路，顫抖着手打電話給唯一不嫌棄我殘缺的學長，他卻兇狠地摔了我的手機，情緒漸漸失控。陳千竹，你敢跟他走試試？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原來是個瘸子啊！女孩看着我冷嘲熱諷。林雨然看了我一眼，淡淡的嗯了一聲，不用管他，我們開始拍吧。昨天我無意間在手機上看見一對情侶博主準備滑走時，卻瞥見了男人腰上繫的皮帶。那條皮帶是我2天前送給男林雨然的7週年戀愛禮物。我熬了好幾個通宵，手磨出血泡，打了一個又一個孔，千挑萬選，選出了最好的一條給他。而視頻裡，我的男朋友帶着他跟別的女人牽着手，拍着甜蜜的日常 vlog。我推着輪椅到他面前，幾乎是顫抖着手打開那個視頻的。林雨然，解釋一下吧。面前的人愣了一瞬，面無表情地說道：我跟他只是擺拍，為了利益，沒什麼越界的行為。你要實在介意，我明天把他叫到家裡來拍，你親眼看着就行了。我不明白。我陪着林雨然一路摸爬滾打，他明明已經是只手遮天的商界權貴，到底是什麼利益需要他陪着一個女孩擺拍這種視頻？我心中怒不可遏。林雨然，我不是傻子，我還在這個家，我還沒死。他看着我，似乎有被誤解後的憤怒。陳千竹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思想別那麼骯髒。總之，我和他清清白白，我也不想管。可是我答應過他母親，永遠不會讓他孤單。1年前，林雨然工作太忙，他母親陪我去挑婚紗，路上出了車禍，在接近死亡的那一刻，他護住了我，緊緊攥着我的手，血液混着眼淚從臉頰滑落。雨然，只有你了，如果可以，請你永遠不要讓他孤單。我的雙腿廢了，差點要截肢，可車禍後，他看見我的第一刻，不是心疼，而是質問。陳千竹，我最愛的人為了另一個我最愛的人而死，你讓我該怎麼辦？不知道是為了贖罪，還是為了高中時他拼了命地維護我，拉我出泥潭後，我對他無可救藥、無法自拔的愛。總之，我拖着殘損的身體，盡心盡力地照顧着他。可是他仗着我愛他，仗着我無依無靠，仗着我是個殘疾人，把女孩帶回了我們的家。拍完視頻後，女孩累得連鞋都沒脫，癱在了沙發上。我皺了皺眉，那是我和林雨然準備結婚時一起選的沙發。察覺到我的眼神後，女孩有些不悅。姐姐，你為什麼用這種眼神看着我？我看着她，沒有說話。姐姐，問你話呢？腿瘸了，耳朵也聾了嗎？她走過來，捏着我的下巴，清純的臉上笑意盈盈。我看着林雨然，她卻只是坐在沙發上吞雲吐霧，一言不發。算了，不跟你計較，我餓了，你去給我和宇哥哥做飯吧。我想，林雨然可能提前跟他說了什麼，讓他故意來為難我。我沒動，他惡作劇似的踢了我的輪椅一腳，我整個人不受控制地往後翻去，跌在地上，腿上鑽心的刺痛傳來。看着我痛苦的樣子，他臉上的笑意更甚。林雨然看了他一眼，眉頭緊蹙。行了，你想吃什麼，我去做就行了。女孩變了臉色，怎麼心疼了？林雨然似是無奈，你讓他一個瘸子
做什麼飯？我自嘲地笑了笑。我一個瘸子，平時他不在的時候，不也是我自己做飯的嗎？林雨然不喜歡外人，所以他甚至不願意請一個保姆來照顧我，也不允許我自己請保姆。有一次，我打掃家裡的衛生，從樓頂上摔了下來，打了幾十通他的電話，他都沒有接。現在想想，原來是在跟別的女人拍視頻，分不開心。趁着林雨然去了廚房，他蹲下身，手朝我的廢腿探來。汪！一聲刺耳的狗叫傳來，面前的馬爾濟斯齜牙咧嘴地瞪着他。他回頭看了一眼對着他叫的馬爾濟斯，一臉嫌惡：“你養的？”那是我和林雨然在街邊救下的流浪狗。那時他第一次見到這隻馬爾濟斯，眸子裡的柔情肆意出來般。阿竹，這隻小狗身上滿是傷痕，可憐兮兮的樣子，像你一樣。我說家裡不方便養，他卻偏要養，還給他取了個名字叫小四，紀念我們在一起的第4年。小四似乎感受到了面前女孩的惡意，只是不停地叫着，引得廚房裡的林雨然走了出來，看見小四對面前的女孩叫，他臉色陰沉，把小四狠狠地踹了一腳，小四被踢飛到牆角，傳來一聲嗚咽聲。我一怔，心中的怒火燃起。林雨然，你在幹什麼？林雨然把小四拎起來，扔了出去。畜生就是畜生，再怎麼樣也餵不熟。聞言，我心像是被緊緊揪住。他明明說過會和我一直養着小四的。林雨然，外面這麼冷，小四會凍死的，你快放他進來。雨哥哥，他好吵，我們把他的嘴堵住吧。林雨然沒有理會女孩，而是把我抱到了輪椅上，一雙眸子晦暗不明。我拽着他的衣袖，淚眼朦朧，求你把小四放進來，他真的會凍死的。林雨然把我的輪椅推到了餐桌前，只淡淡的開口：“吃飯。”女孩不甘心地瞪着我，眸子裡滿是妒意。可下一秒，她就喜笑顏開：“雨哥哥，你竟然做了我最喜歡吃的蝦。”林雨然明明知道我對蝦過敏，嚴重時還會休克。看着面前的男人耐心地包着蝦，我的心一寸一寸地涼了下去。下一秒，他卻把包好的蝦推到了我面前，而後又像想起什麼似的：“忘了你不能吃蝦，那就給流星吧。”阮流星喜不自勝，掰過林雨然的臉，對着他的嘴唇吧唧親了一口。林雨然愣在了原地，我也愣住了。我不禁回想起林雨然曾經說過的話，他說他和阮流星清清白白，好一個清清白白。我終於忍不住了，推着輪椅出去找小四。我知道林雨然是故意帶他回來氣我的，可我的心底還是忍不住犯密密麻麻的疼。這麼多年了，我們是最了解彼此的人，對方一個眼神，一個動作，我們就能感知彼此的心意。而他之所以這樣做，無非是覺得我害死了他的母親，想要報復我，看着我痛苦。可林雨然不知道，他母親得了乳腺癌，還是晚期。他母親跟他提過，只是恰好那天他工作不順心，沒聽進去，還把氣都撒在了他母親身上。那天他母親第一次在我面前哭，哭得像個孩子。看着我推着輪椅出去，林雨然忍不住了：“一條畜生而已，你就那麼在乎？”我扭過頭看着他，心中惱怒：“林先生，請你不要一口一個畜生的喊他，有時候你還不如他。”林雨然經常加班，整夜不回來，是小四陪着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寂寞又難過的夜晚。他很乖，每次我難過時，他都會用毛茸茸的頭來蹭我。有一次家裡來了小偷，我急得快瘋了，還好有他在，咬傷了小偷，才讓我有機會報警。林雨然看着我，良久沒說話，似乎被氣笑了。陳千竹，你真是好樣的。
林雨然踹翻了凳子，拿上車鑰匙走了出去。阮流星追了出去。每次碰到烦心事，林雨然都會去喝酒。我忍着腿上的疼痛，推着輪椅出去找小四。剛出去，輪椅卻不受控制地朝坡下滑去。我呼吸一滯，險些失聲尖叫。一道挺拔修長的身影出現，拉住了我的輪椅。面前的男人穿着再簡單不過的深色大衣，眉眼俊朗，姿態金貴，語氣有些驚魂未定。沒事吧？我沒事，學長，我的狗不見了。他把帶有自己餘溫的圍巾圍在了我的脖子上。外面太冷了，我先送你回去，再去找。我淚眼朦朧地點了點頭。過了一會兒，小四真的被他找到了。我緊緊抱着小四，心裡終於踏實。他坐在我對面看着我，聲線微啞，帶着淺淺的倦意。快過年了，他還上班？我笑了笑，不知道該怎麼說。難道我要說他跟別的女人走了嗎？我扯出一個笑，沒，出去了。他眉頭緊蹙，留你一個人在家。我低下頭，沒說話。他遲疑半晌，聲音輕了些。我記得你以前說過，你最怕孤單。我苦澀一笑，習慣就好了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沒有誰會一直陪着誰。他望着我，薄唇抿了抿，像是在極力克制着什麼。看你一直捂着胃，是不是又沒好好吃飯？他轉頭瞥見了桌上的蝦，皺了皺眉。你不是蝦過敏嗎？我緊了緊手指，心中閃過一絲暖意。唯一記得我不吃蝦的奶奶已經不在了。我沒吃。他嘆了一口氣，無聲的視線落在我身上，轉身進了廚忙活起來。學長叫裴炎，在大二時就創立了自己的律所。人們提到他，都有一個共識：天之驕子，年少成名。過了一會兒，端上來了3菜1湯，都是我愛吃的，有蛋黃雞翅、紅燒肉、蒜香生菜、西紅柿雞蛋湯。看着桌子上熱氣騰騰的飯菜，我的眼眶濕潤了起來。不知道有多久沒有人為我做過這樣熱氣騰騰的飯菜，只為我一個人。裴炎替我盛了一碗熱乎乎的湯，眼底閃過一絲凝重。是不好吃嗎？好吃。我的眼淚掉進了湯裡。他有些不知所措，遞過來一張手帕。千竹，如果有事，一定要打電話給我。我的電話隨時都能打通。我點了點頭。他看着我吃着他做的飯，清冷的眸子漾出星星點點的笑意。收拾完桌上的碗筷後，他就離開了。晚上，林雨然帶着阮流星回來了。林雨然一上來就掐住了我的脖子。陳千竹，你當我死了嗎？大白天就把別的男人往家裡帶。學長指示，夠了。他的車天天停在門口，他什麼齷齪想法？我 TM 會不知道，我們還沒分手，你給我安分點。我只覺得壓在心底的怒火在這一刻全部爆發。那你自己呢？你又在幹什麼？你把別的女人往家裡帶，你有考慮過我的感受嗎？阮流星面上帶些嘲笑的神情看着我，鮮紅的唇動了動。笨吶，你還不知道啊？你都殘廢了，可宇哥哥是個正常的男人啊。林雨然沒有半句解釋，也沒有反駁他的話，只是把我關進了家裡漆黑的雜貨間。陳千竹，你如果不安分的話，我讓你永遠也出不了這個門。林雨然被我氣得不輕，眼裡閃出幾分暴怒的寒光。我的心悶得快要窒息，紅着眼眶與他對峙。你憑什麼限制我的人生自由？小四見我受到了欺負，去咬林雨然，卻被阮流星的高跟鞋狠狠地踹了一腳。這一次，小四連動靜都沒有，肚子上不斷流着血，可阮流星卻把林雨然拽了出去。啪嗒一聲，門被鎖死。看着地上流着血的小四，我心急如焚，不停地拍着門，可外面卻沒有半點回應。我的手機也在客廳。小四痛苦地趴在地上，圓圓的眼眶
滿是淚水。我心疼壞了，不停地喊着林雨然的名字，直到聲音嘶啞。林雨然也沒有半點回應。過了一會兒，女人的嬌喘，男人沉重的呼吸從隔壁傳來，我的心徹底寒了下來。我的小四快要死了，他們卻在隔壁翻雲覆雨。第二天，小四只有微弱的呼吸了。阮流星打開了我房間的門，她穿着我的睡衣，身上布滿了吻痕，密密麻麻的。不等我開口，她就自顧自地開口說着：“雨哥哥好生說啊，也好生猛。”我的骨頭都快散架了。不過沒關係，男人嘛，熟能生巧。他以為他這樣能傷害到我。的確，他成功了，把我惡心得不輕。但我沒看他，只是用嘶啞的聲音叫着林雨然，林雨然，快帶小四去醫院，他快撐不住了。林雨然走過來，蹲下身看了看小四一眼，皺了皺眉，沒用的，都快沒氣了，去了也就不活。我崩潰了，對他吼道：“你不去怎麼知道？”阮流星抱起了小四，爬到3樓去，當着我的面把他扔了下來。為了一隻死狗，在這要死不活的。林雨然看着阮流星，沒有出聲，默認了他的行為。林雨然，你們倆真讓我惡心，惡心！我讓你看看什麼叫真正的惡心，我要你眼睜睜地看着我把你養了3年的狗一塊一塊地吃到肚子裡。說着，他去廚房拿了一壺開水，就要往小四身上澆。而後他想了想，把開水從我頭上淋了下來。水沒完全開，但灼熱刺痛的感覺還是從我臉上傳來。我用盡全部力氣推開了他，他也不生氣，只是笑，笑聲響徹了整個屋子。雨哥哥，你看吶，他像不像一隻熟透了的雞？林雨然動了怒，想上前維護我，可看見我死死瞪着他，他邁出去的步子又退了回去，只是皺了皺眉。注意點，別把人玩死了。他的話像一柄最尖銳的刀在我心中翻攪。這一刻，我對他的所有念想好像都煙消雲散了。曾經為了保護我，不惜以一挑十，打得小混混落花流水的少年，死在了開滿了鮮花的道路上，忍着疼痛。我拿起手機，顫抖着手給那個熟悉的號碼打了電話。怎麼了，千竹？聽見裴炎的聲音，我莫名的想哭。學長，能過來接我一趟嗎？小四快死了。林雨然兇狠地打掉了我的手機，情緒漸漸失控。陳千竹，你敢跟他走試試？我推着輪椅，撿起地上裂開的手機。分手吧。林雨然愣了一下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為了這隻狗，你要跟我分手？我冷笑一聲。你們那些曖昧的聲音，不就是故意讓我聽見的嗎？我如你所願，以後你和阮小姐想怎麼拍視頻就怎麼拍，你們晚上想多大聲就多大聲，沒有人能阻撓你們。阮流星上前挽住林雨然的手臂，聲音嬌媚：“雨哥哥，你讓他走啊！我第一次都給了你，你不該對我負責呀！”林雨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閉嘴，等會兒再跟你算賬。阮流星不甘心地閉上了嘴。林雨然蹲在我面前，神色陰冷。陳千竹，你有心嗎？我含着淚，哀戚地笑了笑。我沒有心，一個心死的人，你就放他走吧。他紅了眼眶。你敢走試試？突然，一道門鈴聲響起，林雨然眸中全是嘲諷。陳千竹，你還敢說你們倆沒關係？你一招手，裴炎就像一條哈巴狗一樣，搖着尾巴來了，不是嗎？門外的聲音傳來，沉穩中透露着不安。林雨然，你再不開門，我就報警了。林雨然打開了門，神色憤怒。裴律師，什麼時候？我們的家事輪到你一個外人來管了。學長，我在這，快帶小四去醫院。好。林雨然看着裴炎，語氣充滿了威脅和壓迫。你敢帶走他試試？
看見我淋濕的頭髮和燙傷的臉頰，裴炎怒不可遏，一拳砸在了林雨然的臉上。你真夠男人的，仗着女朋友腿走不了路，把別的女人光明正大地帶進家裡欺負她。林雨然還了一拳給裴炎，我怎麼樣也是我跟他的事，輪不着你來管。夠了，林雨然，我們已經分手了。學長，小四快不行了，快送他去醫院。裴炎應了一聲好。林雨然還想上前，外面突然衝出來幾個身強力壯的保鏢。林雨然攔在我身前，急切地解釋：陳千竹，如果我說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碰阮流星呢？旁邊的阮流星一愣，我笑了笑，碰了又怎樣呢？沒碰又怎麼樣呢？你覺得還重要嗎？他身形一震，啞着聲音開口：你說過的，你說你死也不會離開這個家，那你就當從前的陳千竹是死了吧。小四沒背就回來，我哭得天昏地暗。裴炎把我的頭按進懷裡，神色不忍。乖，千竹，我再給你買一條跟小四一模一樣的。我揪着他的衣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不會有了，再也不會有跟小四一樣的狗了。裴炎帶着我去醫院處理了傷口，這一路上我都像個行屍走肉般一言不發。裴炎眉宇間全是擔憂。千竹，你說句話好嗎？這樣會把自己憋壞的。我攥了攥手裡的狗牌，盡力壓下心底難受的情緒。學長，今天謝謝你，拜託你把我送到這個地址，那是我和奶奶的房子。我現在只想回去，從哪裡來到哪裡去。陳掰過我的頭，執着地與我對視。我知道說這話可能不合時宜，但我還是想說，千竹，我想照顧你一輩子。我愣了愣，神色有些恍惚。別開玩笑了，學長，誰會喜歡一個瘸子？他盯着我，眼底蕩漾着濃得化不開的情愫。千竹，我尊重你的選擇，不管你答不答應我，我都會照顧你。我坐在車上，眼淚不自覺地從眼眶流了出來。好久沒有人說願意照顧我。從腿廢了的那天起，林雨然就跟我說，陳千竹，我工作忙，你以後要自己照顧自己。到底是工作忙，還是想一點一點地折磨我，讓我體會到他失去母親的痛苦？電話一個又一個的打來，我顫抖着手，一個又一個的掐斷。我和他苦心經營了好幾年的家，如今成了他和別的女人放縱的情慾場所。其實我早就該離開了。林雨然早就說過，陳千竹，我有時候真後悔，後悔我認識了你，後悔高中的時候救了你。那時的我只是默默承受着一切，一言不發。裴炎送我回到了我和奶奶以前住的家，家裡是木板房，踩上去嘎吱作響，因為太久沒人住，屋子裡布滿了灰塵和蜘蛛網。裴炎不厭其煩地把每一個角落都打掃得乾乾淨淨。他還給我買了新的家具，鋪了新的床。我把錢轉給他，他卻生氣了。我特意強調，我不是沒錢，你就收着吧。平時腿動不了，我就在家裡畫畫、畫漫畫、約稿，賺了不少錢。他笑了笑，摸了摸我的頭。千竹怎麼這麼厲害？打掃完衛生後，裴炎怕我餓了，又給我做了熱氣騰騰的飯菜。吃完沒多久，林雨然卻找上了門。陳千竹，你說實話，你早就膩了，你就是想跟裴炎在一起，才 TMD 甩了老子，是不是？我面無表情地開口，是。林雨然愣了一下，神色有些恍惚。不可能，你騙不了我的。陳千竹，還有幾天就過年了，跟我回家，聽話。我盯着林雨然，沒有說話。裴炎望着我，眸中有些失落。他大概會以為我會跟林雨然走吧，畢竟我愛了他這麼多年，怎麼可能說割捨就割捨？可我沒有。我拉上裴炎骨節分明的手，與他十指相扣。
我就是想跟裴炎在一起。裴炎的指尖顫了一下，目光向我瞥過來，一时怔住了。林雨然一腳踹壞了我家的木門。陈千竹，你有本事再說一句你想跟他在一起。裴炎高大的身影擋在我的面前，我看着被踹壞的木門，怒火中燒，滾出我家。林雨然放軟了語氣，阿竹，我們彼此都靜一靜，好嗎？說着，他離開了我家。外面下起了雪，一瞬間，他的頭髮變得花白。我摸面前的門，啞着聲音開口：你知道嗎，學長，以前我每長高一點，奶奶就會在門上畫一道線，獎勵我一個雞蛋。我摟進懷裡，語氣心疼，我會幫你把它修好的。第二天，林雨然踏着雪給我送來了一隻馬爾濟斯。阿竹，我把小四帶回來了，你看看，我把阮流星趕出去了，你回去好不好？我們像以前一樣。不知道是凍的還是怎麼的，他的聲音顫顫巍巍的。可下一秒，看見我旁邊的德牧，他卻怔住了。那是裴炎送給我的。他動了動唇，聲音有些沙啞：德牧哪有小四可愛？我皺了皺眉，有些不悅：醒醒吧，林先生，不是所有的馬爾濟斯都是小四，會像小四一樣奮不顧身地保護我。你走吧，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你。他抱着馬爾濟斯凍得通紅的手止不住的顫抖。7年的感情，你說放下就放下了嗎？陳千竹，林雨然，是你把我越推越遠的。只要你願意回去，你想怎麼報復我都可以。阿竹，求你回家吧，是近乎哀求的語氣。好多年了，林雨然從沒有用這麼低聲下氣地跟我說過話。恰巧裴炎去超市買東西回來了，看見林雨然，他的臉色黑得嚇人。林雨然的臉色更難看，不敢置信看着我。陳千竹，你跟他同居了？裴炎淡淡地說了一句：與你無關，把臉色難看的林雨然關在了門外。裴炎開始洗菜做飯，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說，就連吃飯的時候都沒跟我說一句話。晚飯後，我坐在書桌前畫畫，因為畫筆掉在地上，我去撿，卻不小心摔倒了。聽到聲音，在廚房洗碗的裴炎趕緊出來，把我抱了起來。我趁機勾住了他的脖子，若有所思地問道：吃醋了？下一秒，他吻住我的唇，等我反應過來時，唇齒已被撬開，輕巧又帶着試探的意味，而後輾轉劇烈。我被裴炎吻得頭腦發昏，一吻結束，他又意猶未盡地在我的唇角輕啄了幾下。他把我緊緊抱在懷裡，輕聲嘆息：每次看見他來找你，我心裡都很恐慌，怕我求之不得，來之不易的幸福被搶走。我笑了笑，打趣道：你怎麼對自己這麼沒有自信呢？我記得上學那會兒，追你的女孩都從這裡排到法國了吧？裴炎被我逗笑了：哪有那麼誇張？那麼裴先生願意跟我一起搬家嗎？去我的房子，只有我們倆，還有西西。西西就是我們倆養的德牧。裴炎笑了笑：我的榮幸。搬了家後，林雨然找不到我們，清靜了不少。快過年了，街上張燈結彩，熱鬧非凡。裴炎推着我出去走了走，我用衣服去接雪，卻發現雪花在我的衣袖上凝成了形狀，漂亮的星樹狀，薄薄的。我驚喜道：學長，看雪。裴炎朝我手上看來，下一秒，一道女聲傳來：這是你那個殘廢的前女友，我看她也沒你說的那麼愛你，她跟別人倒是恩愛得很。林雨然愣在原地，死死地盯着我和裴炎，任憑旁邊的女孩挽上他的手臂，湊在他耳邊說話，他都沒有半點反應。過了一會兒，他甩開女孩的手，走到我和裴炎的面前：阿竹，你搬家了？你就這麼不想我找到你？你真的不愛我了？我笑了笑：林先生好不要臉，
碗裡的不夠，還礙着鍋裡的。他臉色鐵青。阿竹，我和宋田只是普通朋友，你明知道。我沒再理會林雨然，而是轉過頭對裴炎說：學長，那邊的燈籠好漂亮，我們去看看吧。好，阿竹，我記得你最喜歡兔子樣式的燈籠，我把家裡都掛滿了，你回去看看好嗎？說着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想要觸碰我的臉。裴炎扼了他的手，一雙眸子冷得要淬出冰。夠了，林雨然，你煩不煩？像條哈巴狗一樣。他愣了愣，笑了起來，笑得肩膀輕顫，眼眶泛紅。阿竹，你真狠心！你說我母親在天有靈，會不會後悔自己救了你呢？這句話讓我的心刺痛了一下，他還是在怪我。我剛想開口說些什麼，他就往後退了一步。阿竹，希望有一天你不會後悔。我頓了頓，覺得他莫名其妙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說的讓我不要後悔是什麼意思。元宵節後，我和裴炎收到了林雨然的結婚邀請書，邀請書上寫着2個醒目的名字：林雨然先生與宋田女士。裴炎似乎怕我難過，還把邀請函藏了起來。林雨然特意打電話給裴炎說他要送給我們一份大禮。我安撫似的親了親裴炎的嘴角。也好，阿姨在天有靈，見到他成家立業也能安心了。聽我這麼說，裴炎緊繃的神色略微緩和。7年的愛情長跑告一段落，沒有想象中的難過，只有解脫。婚禮那天，林雨然穿着筆挺的西裝，帥氣逼人，但看上去卻很憔悴。新娘宋田也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開心，就像在走某種程序。林雨然問我：你不嫉妒嗎？我笑了笑，遞給他一個紅包：新婚快樂，早生貴子。林雨然打掉了我手裡的紅包，氣得快發瘋。別裝了，陳千竹，你真的像表面這麼平靜嗎？我沒說話。他走進了大廳，婚禮進行到一半，大屏幕上卻放起了我和裴炎的照片。是除夕那天，裴炎推着我，眼神是化不開的溫柔。我輕笑着，我們倆儼然一對熱戀中的情侶。林雨然拿着話筒，一字一句地說着：我有一個戀愛了7年的女朋友，她愛上別人了。現場一片嘩然，裴炎眸中滿是怒火，指節握得泛白，要衝上去打林雨然。我對他搖了搖頭。3年前，我母親為了救他，放棄了自己的生命。現場又是一片嘩然，甚至有的賓客在罵我和裴炎不要臉。我笑了笑，原來他說的大禮就是這樣一份大禮。林雨然繼續說着：辛苦各位舟車勞頓來參加我的婚禮。我想說，今天的婚禮並不作數，我仍然愛我的女朋友，只要她願意離開這個男人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裴炎已經忍不住要衝上去打他了，我又一次拉住了他。司儀，把話筒給我嗎？司儀愣了愣，把話筒遞給了我。我不急不緩地開口：請問林先生，你知道自己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嗎？還是晚期？現場又是一片嘩然。林雨然愣在原地，手裡的掉在話筒的地上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說什麼？我母親得了乳腺癌，她明明是為了救你。林先生，如果不信的話，您的姑媽可以作證，我手機裡也有檢查報告。她的神色一下子變得極為難看。怎麼可能？這不可能！我很感謝阿姨，她確實救了我。如果不是我，她至少可以再多活2個月。可林先生作為兒子，你又是否稱職？每天陪着阿姨化療的，在她一次又一次堅持不下去，想放棄時，鼓勵她的都是我。林先生，你又在哪呢？您甚至都不願意聽您的母親把話講完。林雨然踉踉蹌蹌地往後退了2步。姑媽，是真的嗎？他姑媽愣了愣，神情不忍。是。
林先生，你的意思好像是我先背叛了我們這段感情。可是你和阮小姐拍了1年的情侶 vlog， 你怎麼不說呢？裴妍在大屏幕上放出了他們倆的 vlog， 雖然不是第一視角，但仍然能看清楚是林雨然和阮流星的臉。網上有許多這種第三視角，只是林雨然不知道。現場的賓客又對着林雨然指指點點，林雨然的聲音顫抖着：“滾，都給我滾！”賓客們罵罵咧咧地走了。剛剛還熱鬧非凡的婚禮一下子變得淒清無比。林雨然望向我的眼神支離破碎，聲音像哽在了喉嚨裡：“你為什麼不早說？為什麼不告訴我真相？逝者已去，你覺得還重要嗎？”他扇了自己一巴掌，淚水一顆顆順着冰冷的面容砸下。“你不告訴我，難道不是因為愧疚嗎？因為林先生，你的母親臨死前拜托我，讓我永遠不要留你一個人，讓你孤單。可是現在，就算沒有我，你也能過得很好。”他淚水決堤，從未哭得如此淒慘。從那天起，林雨然像是瘋了一樣，每天都要去他母親的墓地跪上2個小時。他還開啟了直播，視頻裡的他仍舊身姿挺拔，只是眼眶裡布滿了紅血絲，把我給他畫的畫全部拿了出來。從前我愛他，時常畫他，好看嗎？我女朋友給我畫的畫。他還講起了我和他以前的點點滴滴。我女朋友膽子很小，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，她像一隻小兔子，眼睛紅紅的，也像一隻小狗。我和她養的，她害怕孤單，總被人欺負，哪有像她那麼傻的，被人欺負了也不知道還手。如果沒有我，她該怎麼辦？我把她弄丟了，找不回來了。林雨然先是笑着，而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一個1.8米幾的大男人哭得像個孩子，像被全世界拋棄了。我看着他的視頻，不禁回想起了以前的事。因為性格懦弱，家境貧苦，上學時同學往我水杯裡放蟑螂，吐口水，朝我做侮辱性的手勢。只有林雨然注意到了我，他拉我出泥潭。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。少年發了怒，惡狠狠地教訓了所有欺負我的人。窗口投射進來的光打在他身上，他嘴角漾起淺淺的弧度，語調散漫：“陳千竹，上天派我而來，就是為了拯救你的。”這種感覺就像是溺水將死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劫後餘生後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。可是那個少年已經死了。裴妍帶我去了二國，找最厲害的醫生治腿。幸運的是，我的腿治好了。裴妍激動地抱着我轉圈，語氣懊悔：“千竹，我應該早點帶你來的。”我笑了笑，現在也不晚。在見到林雨然時，他看我的眼神震驚又複雜。“阿竹，你的腿好了？”我點了點頭。裴妍帶我治好的。林雨然站在原地，很久沒有出聲。“真好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眶泛紅。“千竹，西西見不到你，到處找你呢。你腿沒完全好。”“別！”裴妍把我擋在了他身後。“裴妍，你要對他好一輩子，否則我不會放過你。當然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我的腿完全好了之後，裴妍放下了手中的工作，說想陪我去看看世界。可是當晚我卻覺得胃不舒服，一直犯惡心。去醫院一檢查，發現是懷孕了。裴妍激動得語無倫次：“我要當爸爸了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你要當爸爸了。”一路上他都扶着我，生怕我摔着碰着，沒必要這麼誇張。這才剛懷上，就在我和裴妍準備離開時，卻看見一個清純漂亮的女孩跪在醫院的走廊上哭：“先救我媽，我會想辦法籌錢的。”我看着跪着的女孩有些熟悉，拉着裴妍上去看了看，竟然是阮流星。他看見我，愣了一下：“你的腿
隨後又沒好氣地說，要報復我的話，等我給我媽湊齊了醫藥費再說。我疑惑地問，你陪林雨然拍了那麼久的視頻，她不給你錢？她嘲諷地笑了笑，你真的相信她的所謂的為了利益？我想當網紅，她沒拒絕我。對了，她還常常說我可憐的樣子像當初的你，可她現在巴不得我去死，真可笑。看着臉上淚痕布滿、頭髮雜亂的樣子，我皺了皺眉，開口道，多少錢？我給你。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40萬，就當是我借給你的。我畫手都快畫斷了，不是白給你的。她接過我手中的卡，突然間笑了出來，沒想到最後幫我的會是你。我沒說話，拉着裴妍準備走，阮流星叫住了我，姐姐，對不起。我語氣不鹹不淡，都過去了。裴妍嘆了口氣，千竹，你的心太軟了，他害死了我的小四。其實我還是恨他，只是高一那年奶奶死的時候，我也是這樣跪在醫院的走廊上，我也希望有個人能幫我，可是沒有。我和裴妍結婚那天，給林雨然發了請柬，他卻說他身體不舒服，沒有來。婚禮結束後，我的手機彈出一條信息，阿竹，你穿婚紗的樣子真漂亮，新婚快樂。很久之後 ，C 市都沒有出現林雨然這個人。有人說他離開 C 市了，也有人說他只是不想露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辦了屬於自己的畫展，看見了他的身影。他看着我身旁的女兒，眼眶泛紅。阿竹，她真漂亮，像你一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